第二天，凤九早早的就醒来了。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就是看睡在自己身旁的东华到底是不是变成了石头。若是变成石头，那么现在到底有没有穿衣服？当看到东华的衣服还是好好的穿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于是深深的出了一口气。你是失望了？没，哪有啊，是你想多了。东华也没有拆穿他的小心思，只是笑笑说我们该起身了。这平常的一句话，却是让凤九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，想着这个人，念着这个人，爱着这个人，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，长达凤九觉得看不到时间的尽头。现如今换来他的回眸，换来以后岁月当中的每日清晨他的一句我们该起身了，凤九觉得老天很善良很公平。换一句直白一点的话，就是出来混的迟早要还。东华起身后背对着床，等着凤九起身，可是半天没有反应。凤九此时觉得自己要有多大的勇气，才能不穿衣服的跳出来，大大方方的和东华讨论诸如今日菜色云云的，大概把全家的狐狸胆借给他，他都不敢，所以只有呐呐的说一句衣服。东华一直没有忘记如今凤九的处境，只是觉得每日一损有利于身心健康。什么？我的衣服还是声音很小？什么？帮我拿我的衣服声音还是不大？什么？凤九觉悟了，这个人就是故意的。本来今日没有的床气上来了，到我的衣柜那里把我的衣服拿来。这回他要说听不到，或者再来一句什么，凤九就发誓把他推到青丘的往生海去。看着未来夫人要炸毛了，东华认为今早的一损就算圆满了，也就不多话，去凤九的衣柜处撇开碍眼的白色，选了一件耀眼的红。又想了想凤九的处境，在衣柜当中又翻翻捡捡，找出了一件上面绣着往生菩提的藕色肚兜和一件女子私密的亵裤，用先例把衣服捂热，然后回到凤九的床边，神色自然地把衣服递给了凤九。凤九一摸衣服是暖的，心也开始暖起来了，但是在看着红衣当中的女子的私密物品，又有了一种被偷窥的感觉。凤九现在很纠结，于是就放弃在这个问题上探讨。待凤九也整理完毕以后，两人就想出门，但是这个时候凤九想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你说我阿爹阿娘在门外的是吧？现在也在，那我从正门出去，你去钻狐狸洞去。凭什么？你昨夜不是就是那么来的吗？那是不想让你爹娘发现，他们说不让我来。那么你这么出去不就被发现了吗？违背你的初衷。凤九说完以后，就推着东华走到狐狸洞跟前，不等东华反应过来，一口亲在东华的脸上，娶老婆就是要委屈的，带回大殿见。然后就跑开，从正面出去了。刘东华一个人看着狐狸洞发呆，心里在盘算了，是不是他俩的位置是不是反了。凤九出门后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青丘清晨特有的一股混合着青草与阳光的味道，然后就看到了自己的阿爹阿娘几个在不远处的亭中还在搓着麻将，不禁对东华同情起来，自家爹娘似乎太难搞定了。不过嘛，这个是必然的。西决看到凤九，急忙招手让凤九过来。凤九看着自家阿爹，也在不想过去，毕竟昨天才打得自己半死不活的。虽说让东华上了药，现在已经不疼了，但是现在就是那么听话的过去，好像有点丢面子。西决看到凤九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原地看着他们，也没意思过来，就想起昨天的事情，恨了白衣一眼，起身向凤九走过去。先是从头到脚的看了看凤九，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虽说自己不是什么顽固派，当年与白毅也是婚前就处在了一起，但是现在不是当年的那个情况啊。昨晚睡得好吗？西决在心中斟词酌句后问出了那么一句。凤九想了想，昨晚除了开始有点惊吓，到后面睡的是挺好的，不错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饿了吧？娘带你去吃饭了。说完就带着凤九走了，看都没有看白毅一眼。对此白毅很郁闷。当众人各自用完膳后，又相聚在大殿之中，东华还是最后一个倒起径直走到凤九的跟前，而凤九很懂事的让了一个位置给东华。这个情景在西决看来是该帮女儿准备嫁妆的预兆。东华有了早晨的在钻狐狸洞的经历，深刻的觉得应该把凤九早带走早好，不然实在是不顺心。看着白毅说，昨天的事情你觉得如何？凤九虽说是我的女儿，却也是青丘的地基，我一个做不了主。白毅把想了一晚上的理由想了出来。那么谁能做主？当然是我白家众人一致决定。比如凤九的几个叔父，
还有他的爷爷，他爷爷也要算进来。凤九的爷爷是青丘的帝君，对于凤九的终身大事当然有决定权，这件事非要他老人家点头不可。那么我知道了，说罢手中的茶杯不轻不重地放到了桌子上。凤九觉得这根本是全家在整他吧，要不是晚上去和娘说说自己的真实意思，自己其实是挺恨嫁的，全家娘最听他的话，爹嘛最听娘的话。正当东华觉得实在是有点不耐烦的时候，想着要不要他们同意其实都是浮云，现在把凤九带到太晨宫去，然后把聘礼什么的丢在青丘就行了的时候，白浅并着夜华回来了。当然回来的并不是他们两个，还有的是白家的老代白玄与自己的妻子玉颜，这个在白毅眼中看来可是救星啊。这个白玄是白家老大，也是白芷帝君5个儿女当中最是招桃花的人。白家曾经开玩笑地说，要是白玄把桃花分给自家小妹1/10，小妹的夫婿就万万不会轮到他夜华了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但是这个白玄却不是他太花，而是太过稳成，却偏偏生就了一双勾人的桃花眼，加之温文儒雅，爱好广泛。许多家人秀男一眼倾心，二眼倾魂，三眼死气白赖的要到白玄府上做婢女，做丫鬟，做妾室，做奴才，做侍卫，做暖床。但是白玄也继承九尾狐的那颗对伴侣忠心耿耿的狐狸心，没出过什么岔子。虽说总是出些不大不小的幺蛾子，但是总是被妻子玉颜给摆得平平的。但是今天这个状况却是让白家人觉得有点点的怪异。白毅看到自家大哥来了，正想拉他到偏殿去对好口供，然后抗击外敌，却见自家大哥俊秀如青山，朗朗如明月的脸上泛出的却是一点点的红晕，一双勾人的桃花眼不停地瞄着东华帝君，还有那个平日里绝不会出现的扭捏姿势。白毅心中想着，这个状态像什么？好像大概似乎有点像一个刚刚洞房花烛夜的小媳妇，第二日早晨见到与自己颠鸾倒凤一夜的夫君。白毅被自己这个想法活生生的给雷得半死，端起茶杯想掩饰一下对自己大哥的不敬之心。其实不怪白毅，其实白毅这个想法还是比较中肯和理性的，其他诸如连送司命之流的想法更加的龌龊。玉颜看到自家夫君这般模样，无奈地捂了一下额头，很想装作不认识这个人，却想到不能在外面失了仪态，带回家去定要好好调教一番，只得在私底下甩了一个白眼。小神小神，参见东华帝君。白玄说罢，还朝东华帝君大大的弯下腰去。这个是下神在非正式场合参见比自己高位的上神时的最高礼仪，本来大家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的，只是有点点认为太过正式了而已。但是白毅的这个婉约当中暗藏思慕，那个表情是叫思慕吧，的确叫思慕，思慕当中又有丝丝敬意的神色，配上白玄那糯糯呐呐的声音，让在场的各位皆是抖了一抖，且是抖了再抖。司命很兴奋，白家大儿子个和我是认识的，很是沉稳的一个人，没见过那么娇羞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是叫娇羞是吧？就是娇羞吗？连宋珊珊他的小折扇接道，白玄我是认识的，史剑在众神当中可以排得上号的，尤其是他那把苍随剑，剑身虽长虽重，但是使起来当得起清灵2字。苍随，苍随。司命舔舔因兴奋而有点发干的嘴唇，用手搓了搓泛蓝的衣角，低声说道，我记得帝君的成名佩剑是叫苍河是吧？没错，就叫苍河。连宋很肯定。窥见那么一个本来是秘密的秘密，司命觉得只有陪笑才能化解自己内心深深处的那一点点八卦之心。东华看着面前的这个俊秀青年，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面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的。而凤九看到这个样子的大伯实在是很陌生，印象当中的大伯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哪里见过这等小家碧玉形态。凤九突然间身躯一颤，莫非这个亲嫡亲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大伯是看上自己未来相公了？东华看到凤九一颤，正在思考这个是为了什么，但是以他聪明的脑子定是想不到凤九现在心中是如何的惊涛骇浪。凤九对这个大伯是很了解的，青丘出了名的男女通吃，虽说大伯对妻子是口味专一的食肉性动物，但是事关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万万不能马虎，任何对东华和自己有威胁的威胁都应该扼杀在摇篮里面。想着想着，不自觉地朝东华那边挪了挪位置，
这下东华看懂了，顺手揽上了凤九的腰。帝白玄正吐出一个字的时候，米谷来报说是太晨宫的掌案仙官重林求见。东华本来想说让他进来的，但是想着这个是在青丘由自己发号司令，毕竟对凤九的父亲不太尊重，于是就抬头看着白毅。可是白毅还没有说传这一字，就被一热情的声音打断了。米谷别愣着，快将重林仙使请进来啊！白毅觉得这个大哥到底使的是神妖路子了。预言觉得自己的相公什么都好，连那招桃花的命自己都喜欢，毕竟可以帮自己打发很多时间，而且也不用担心他会翻墙。但是在对于东华帝君的事情上，自己的相公有着自己不能理解的执着之心，这个让他很无奈。当重林进来的时候，径直走到东华跟前拜了拜，然后才对坐在主位上的白毅与白玄等拜了拜，算是打了招呼。帝君，未来帝后的嫁衣已按标准由9天之女赶制出来了，另外就是凤冠，请问帝君帝后有何特别的要求？白毅听到这个提问，觉得很是鬼火冒，自己这个老丈人还活生生的坐在这里的，还没答应求亲了，为毛他的底下人已经称呼自己的女儿为帝后，在当着自己的面讨论凤冠霞帔的式样，太不可忍受了。小白，你有什么要求没？没什么的，你拿主意就好，我听你的。重林，凤冠我自己来做，你让织女在嫁衣上再绣上凤羽花就好。是。白毅觉得是时候发飙了。重林转过身，正准备和诸位拜别，却见主位上坐着一个相熟的人阿轩。重林有点不敢相信，这个阿轩不是消失了几万年了吗？怎么会在青丘出现，而且坐在主位上，与凤九的爹在一起，看起来也是青丘举足轻重的人物了。重林，好久不见了。白玄摸摸鼻子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也有点兴奋。这个重林与自己在太晨宫相知相识，相互照应，自己走的时候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如实相告，确实是不够意思。还真的是你？你这几万年跑哪去了？我搬的太晨宫上天下地的找你。原本重林是一个很知大体的仙官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什么话在什么地方说，什么话在什么地方不应该说，他拿捏得很准。现在这般在众人当中失态，确实是激动了。凤九的心更惊涛，更骇浪了。原来自己的大伯在自己之前就已经深入太晨宫了，的确比自己的资历老且硬。若是这个时候的凤九是狐狸形态不消说，那毛茸茸的红耳朵绝对是塌下来的。我累了，于是就回家了。白玄的回答让凤九更受打击，这个不是自己说的话吗？不是自己当初离开时内心的写照吗？重林还想说点什么，却突然间意识到这里的场合，这是失礼了，急忙向众位弯腰告罪，小仙失礼了，望各位海涵。重林，你认识凤九的大伯？东华开口了。重林张了张嘴，最终破罐子破摔回答道：是，这位殿下原本在7万年前在太晨宫做帝君的是件童子8000年，而后不知所踪，太晨宫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。凤九听到这里更加沮丧了，大伯在7万年前就已经深入太晨宫，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出生，输了一筹。大伯在太晨宫当差8000年，自己才当差几百年，输一筹。大伯干的事是件童子，自己干的是外围的洒扫婢女，而后还当了宠物，越活越回去，书上加书。其实当大家听到重林与白玄的这个对话，大家都赤裸裸地想到了传说中的断袖情深，并且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联想。特别是善于联想和发现奸情的司命，不停地念叨着苍随剑啊，苍随。而像是自家人白毅白浅就外露得多，硬生生地把上好的白釉茶杯给捏碎了。大伯，你的遭遇侄女很是同情，但是东华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凤九觉得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困难，毕竟是自家人，毕竟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，毕竟自己很了解他的心情。心上人要和自己的侄女成亲了，自己还要坐在主位上看着不停祝贺，凤九觉得这个大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。白毅觉得虽然自己是二弟，但是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发火的，在心里酝酿了一道又一道，好，可以发火了。大，够了，你那点破事就不要拿出来显摆了。白毅又一次被华丽丽的忽视了和打断了，这一次打断他的是预言。预言，好了，咱们不说了，回去我任你收拾好不？白玄在私底下拉着自家娘子的衣摆，小声告饶。预言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想把心中的怒火压下来，
不要失了仪态。但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终于预言多年以后在众人面前爆发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太丢人了？在人家太晨宫里面当个是贱的，8000年啊！你那颗狐狸心愣是没被他东华看出来了。当初说让我等你，好，我等你。你说你要靠自己功成名就，然后8抬大轿来娶我，好，我听你的。可是你看东华可有收你为徒意思？大家越听越激动，但是听到最后一句都有点点的傻掉，收徒弟。感情不是大伯侄女两人打对台抢男人啊。程昱遗憾地对连宋小声地说道，我可不可以忽略掉刚刚的最后一句话？我也想忽略。凤九觉得这个剧情很是反转，以前的话本子上没有出现过，可以考虑等到自己清闲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一定大卖。我不是以为我干得好，表现的天赋高，东华帝君就会收我为徒吗？一不小心就干了8000年，让你好等。我错了，以后绝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发誓。白玄生怕把这个平时脾气很好的老婆给得罪了，因为得罪预言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。一不小心8000年，你说我要是不跑去太晨宫把你给绑回来，当夜入了洞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你是还要8000年吧？你看看你侄女就比你有出息，人家东华都追上门来了，你倒好，刚刚人家问你是谁，预言越说越火大，一不小心把和白玄的秘密说了说来。好好，我没出息，还是娘子厉害，我都听你的，咱们不闹了，让帝君小九看笑话。哼！预言发了一通火，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下，附送一个白眼给白玄以后，就暂时放过了他，回去收拾。凤九想，不愧是自己的大伯，有魄力，为了拜入东华门下，不惜伪装成侍卫，整整干了8000年，简直就是自己的偶像啊！自家的婶婶也是很威武，刚刚的绑回来当夜入了洞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这些个名词是多么的有含义啊，闻所未闻。既然是凤九的大伯，那么也就是自家人，收徒什么的不敢，但是若是你愿意倒是可以经常来太晨宫坐坐，你我2人切磋一二。东华神色温和，短短一句话马上就把白玄拉到自己的阵营来了。当然了，我希望你来的时候能常常见到凤九，这样凤九还可以为你我2人做点小菜什么的。帝君不用说了，你喜欢上我们凤九，并且来青丘求亲，这个亲事我第一个答应，还望帝君以后可以多多照顾我们凤九。这个丫头实在长得也好，虽说有点小脾气，但是还是很识大体，加之做的一手好菜，绝对是一个贤妻良母，待你们今后的孩子出生也定是聪明可爱，前途无量。白玄一听东华说让他常常到太晨宫切磋一二，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自己都想了多少年啊！大哥，你搞清楚，凤九是我女儿。白毅听到白玄卖侄女求荣的话很冒火，你不是在这里矜持吗？我懂得，我帮你答应。你要答应，你自己去答应你自己女儿去。白玄一听，把头转向东华，你要我家的女儿不？大伯，你有女儿吗？凤九对此很不满，有这样的大伯吗？没有，若是东华帝君愿意要我的女儿，放心，我会去救生。白玄说着眼冒金光，而预言则狠狠地打了一下他的头，让他把这个龌龊的想法打消掉。你自己去生，别找我。东华微微一笑，我只要凤九一人即可。这样啊。白玄觉得很失望，早知道就不该贪享2人世界，应该生个女儿去勾搭东华才对。当东华帝君的老丈人可比徒弟拉风多了，不禁把注意打到自己2弟白毅身上，小声和白毅商量道：二弟，你要是觉得让东华叫你岳父不开心的话，你把凤九过继给我吧，好歹还姓白。闭嘴，你个二货！